大家好，我是易化。把牛肉放到酱油里泡上1天，这才是牛肉最好吃的做法。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，我家经常做这样的牛肉吃，比腊肉、腊牛肉都要香。家里来客要是切上一盘，客人们都抢着吃，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不错。早上吃面条的时候切上2块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。60块钱1斤的腱子肉买了3斤。首先我们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面粉，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我们用面粉在牛肉的表面给它擦一擦，可以有效地吸附掉牛肉表面的一些血水和杂质，把它搓至有一点粘手的状态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再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再次下手给它搓洗干净，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就会随着面粉洗下来，这样牛肉就不需要再焯水了。洗好之后再换到干净的清水里面，再次下手给它搓洗干净。我们在做这个酱牛肉的时候，最好是选用牛腱子肉，因为腱子肉的肉质比较紧实，吃起来富有嚼劲，而且里面又有筋膜，口感特别丰富。把面粉全部洗干净之后，再次放回清水中，然后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用淡盐水把牛肉浸泡2个小时，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牛肉里面的血水，使牛肉吃起来没有腥味。接下来准备2块桂皮，再放2个八角，1块白芷，再加2个草果，1小把花椒，再加入1小把小茴香，几片香叶，2个白蔻，最后再加1把干辣椒。锅中不要加油，把这些香料倒入锅中，开中小火把它们炒香。香料这样炒一下，更能够释放出它的香味。炒至表面有一点微微发黄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往里面倒入500克左右的生抽，再加入200克的老抽，1小把冰糖，然后开大火烧开，并不停地搅拌，把冰糖熬至融化。水开之后煮个2分钟左右，把这些香料的香味煮出来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将火关掉，让它自然冷却。接下来准备1块生姜，切成厚片，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。准备1小段的大葱，斜刀切成厚片，切好之后和姜片放在一起备用。1把香菜切成长段，牛肉泡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把泡好的牛肉控水捞出，放到菜板上，然后用厨房纸或者是干净的纱布把牛肉表面的水分给它擦干，这一步非常关键。接着准备一点高度白酒，把白酒倒进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将牛肉
放到白酒里面，在牛肉的表面都均匀地抹上一些高度白酒，每一个缝隙里都要抹到，同时用手给它按摩按摩。在这里我们加入高度白酒，不仅可以去腥增香，还可以起到杀菌和消毒的作用，更可以使牛肉的保存时间更长。做出来的牛肉不管放多久都不容易坏。把所有的牛肉都抹上白酒之后，再放到大碗中。接下来再倒入刚才我们煮开放凉的料汁，接着把葱姜和香菜加进来，然后下手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牛肉想要好吃，就要腌制入味。我们这样用酱油泡着腌制，就是要使牛肉的内外盐度一致，酱香味一致，这样的口感才称得上上等。接下来往里面加入2勺甜面酱，做酱牛肉离不开一个酱字。然后再加入1勺黄豆酱，接着再次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里面的大酱也充分的抹开，均匀的抹到牛肉上面。全部抹好之后，我们再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放到冰箱冷藏1天。第2天我们再打开保鲜膜，这个时候的牛肉也已经泡好了，看一下颜色也变深了。接下来我们将牛肉和料汁全部都倒进锅中，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牛肉，接着开大火把牛肉煮开，飘上来的浮沫再用勺子给它撇干净。煮一段时间之后，再给它翻个面，然后盖上锅盖，转小火煮1个小时。中途要打开盖子，多给它翻个面，让它受热均匀，同时浸到料汁。翻面之后再盖上锅盖，要反复多次的给牛肉翻面，这样煮出来的牛肉才会更加的入味均匀。1个小时到了，我们打开锅盖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里面的汤汁也变得越来越少了，用筷子能够轻松地插进去，就说明牛肉已经煮熟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次盖上锅盖，放在锅里焖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酱牛肉就可以出锅啦。我们先把它夹出来，放到盘子中自然放凉。这样做出来的酱牛肉颜色非常的漂亮，闻起来也特别的香。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着急吃，先把它自然冷却，然后用一个保鲜袋把它装起来。1个袋子装1个，1个就可以吃一餐。装好之后放到冰箱冷藏1个小时就可以开吃啦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把冷藏好的牛肉放到菜板上，先从中间切一刀给大家看一下。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酱牛肉，颜色酱红的，肉质非常紧实，看上去就很有食欲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牛肉改刀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成喜欢的厚片，厚度大概在1块硬币左右。我们做这个酱牛肉提前腌制1天，
可以使牛肉里面的盐度内外一致，香味也更加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酱牛肉越嚼越香。如果喜欢吃大块一点的，也可以直接拿着啃，越吃越过瘾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就可以装入盘中，美美的享用啦。如果您也喜欢吃牛肉的话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您的支持。